外星人呢，一直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在1950年代，科学家还很喜欢对外星人进行讨论。在1951年呢，费米在与人讨论外星人、UFO 等问题的时候，就提出了费米悖论的这个问题。事实上，费米悖论的意思并非是只有人类一种文明，而费米悖论主要是指地外文明存在性的过高估计和缺少的相关证据之间的矛盾。费米悖论呢，理论上说如果人类可以飞行100万年去银河系中的任意一个行星，那么只要外星人比地球人早进化100万年呢，他们应该早已经到达地球了呀。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外星生物的踪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外星生物呢，这并不能够说明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类文明。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在1960年呢，法兰克·德雷克天文学家就给出了一种计算方法，用来估计银河系内和银河系外的外星文明的数量。该方程式就被称为德雷克方程式，也就是绿岸公式。科学家们根据这个公式就得出一个结论呢，那就是即便这个结论再怎么保守也一定会有与人类差不多的文明存在。在这片浩瀚的宇宙里，我们人类并非是孤独一人。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找到任何一只外星生物呢？我认为这就是因为宇宙之间巨大的差距，因为宇宙文明之间的距离太过于遥远，和宇宙文明发达的程度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而造成。在银河系中呢，如果我们与其他同样先进的外星文明距离100光年的话，我们就很难与他们接触了。如此长的距离也许将使我们与这些外星文明永远的分离，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所以言归正传，若是整个宇宙只剩下了人类，这到底是好是坏呢？我认为宇宙间如果只有人类文明，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以银河系为例其中有15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而星系中的大部分恒星呢都被行星环绕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些星球上一定会有生命存在。当一颗星球上有生命的时候，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就能够进化出文明。那这样下来，地球就成了唯一一个可以孕育出生命的星球了，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孕育人类文明的星球。这么多的星球上都没有文明的话，那就说明那些星球上要么就没有诞生生物，要么就是诞生了生物却在毁灭中灭绝了。而且这些星球也不是什么适合生存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就被困在了这颗蓝色的星球上。除了地球，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因为没有生命的星球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虽然宇宙呢年龄已经有140亿年了，但是生命的历史呢可能并没有那么长。早期的宇宙中可能并不适宜孕育生命，那个时候可能是恒星活动十分剧烈，太空就弥漫着致命的辐射等等。只是在近几十亿年内，环境才开始慢慢改善，宇宙呢逐渐就变得对生命友好起来。在星系和恒星的身边都出现了宜居带，所以生命才开始在合适的环境下诞生，并发展到了文明阶段。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我们很有可能是宇宙中的第一批智慧生命。我们无法听到其他星际文明的声音是因为宇宙中还没有超过我们的文明吗？真的是这样吗？有一类假说呢，是说我们无法察觉到它们的存在。赞成这一类解释的人认为呢，宇宙中的确有智慧生物，但是我们可能察觉不到它们。还有就是他们一直在呼喊，但是我们听不见。有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几千年前，我们用烽火和信鸽来传递信息嘛。如今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无线电技术和数十亿公里之外的空间站以及探测器呢进行通讯，所以那些领先我们数亿年的外星人很有可能也会用一种我们所不了解的高科技呢来呼唤宇宙，而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不过是宇宙中传来的无线电电波而已。但这个看法显然是有缺陷的即便是一个外星文明拥有了更高层次的通讯手段，他们也可以想象出低级文明的无线电通讯手段来与那些落后的文明进行通讯除非他们根本就看不起我们这种低的文明。而事实上，问题并不在于传输的介质，而是在于我们对于传输手段的理解上。假设外星文明会采用全方位广播的方法，将无线电信号向四面八方发射，但这种方法消耗的能量很大，无线电波呢在宇宙中传播的速度很慢，想要通过广播寻找一个星系中的同伴所消耗的能量已经超出了一个中等规模的恒星所能提供的能量。这样的代价，即便是对一个可以随意使用整颗恒星能量的文明而言呢，也是无法负担得起的。所以有鉴于此呢，物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基于灯塔机制的方案。灯塔不像是一般的电台那样，它只朝一个方向发射讯号，
因此呢，它需要的能量就少得多。而使用这种通讯模式的外星文明呢，则可以将灯塔指向某个有可能存在文明的星球，用大功率的发射讯号呢，随后又将灯塔移向另一颗星球，周而复始嘛。那么在宇宙中，我们所使用的电磁波信号都是有方向的，而且激光的方向性要比电磁波强得多，甚至还可以作为一种灯塔存在。当然了，这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就可以使用这种电磁波与宇宙中的其他文明进行通讯，因为这种电磁波的消耗实在太大了。灯塔发出的信号要向其他文明发出你好，在灯塔发出讯号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用更小的能量来传递更多的讯息。假如我们对灯塔发出的讯号感到好奇呢，那我们可以将许多的射电望远镜都对准那个方向，这样才能够更加精准和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寻找讯息。虽然这只是一个想法，但比起漫无目的的在太空中搜索要靠谱得多。在1977年呢，俄亥俄州的大耳朵望远镜就收到了一份来自于太空的哇哦一种讯号，虽然无法确定其来源，但人类还是将其视为外星文明的问候。数十年以来呢，他们多次观测同一区域都没有收到过类似的讯号了。如果这是灯塔讯号，那为什么在短时间内他们对同一区域进行了多次观测，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讯号呢？有人提出那是因为他们一年也就只能对这个区域同一个方位听上几个小时而已。詹姆士呢就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收听方法，以增加收到灯塔信号的几率。他建议将大部分的射电望远镜都对准银河系的中央区域，因为那里是恒星最密集的地方，这样才有可能接收到灯塔信号。另外，为了更好的接收到信号呢，我们还可以将望远镜对准与银河系中央相反的地方，那里是银河系的边缘呢，以便能够接收到回应的信号。也许外星文明一直在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朝我们呐喊，只是我们听错了方向而已呢。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先进的星际文明他们会试图向太空发射信号，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他们被毁灭了，随之而来的呢是更长时间的静默，直到下一个星际文明的出现。所以人类试图从太空中获得外星文明的无线电信号，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如果这些解释成立的话，我们在这段时间内碰巧又遇上了银河系内存在星际文明的概率就很低。也有人会说了，如果一个文明已经进入了星际时代，它可以迅速的把自己扩张到更大的范围嘛？即便是采用我们可以想象的冯诺依曼探测器，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整个星系。这么大的范围，对于毁灭性的灾难的抵抗力肯定是大大提高了。另外呢，即使是他们已经灭绝了，他们对自己的恒星进行改造的工程应该会留下不少的痕迹，比如说戴森球的残骸这也是和现在观察结果相矛盾的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比人类更先进的外星文明可能不屑于和我们这样的低等文明联系，就像我们从来不会和蚂蚁对话一样。即便是这种傲慢的外星文明真的存在，也肯定不是全部嘛。我们之所以不和蚂蚁对话，是因为蚂蚁根本没有和人类对话的能力如果蚂蚁能够和人类对话的话，我想全世界的人类应该都会争先恐后的与他们对话了。这种交流的困难是在于外星人和人类之间并不存在的。即便是外星人不指望从我们这里学到先进的技术，他们也会对我们独特的生物圈、人类的文化而感兴趣，就像我们人类学家热衷于研究原始部落的习俗一样。好奇心呢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先进的文明想必好奇心是不会小的呀。难道他们是在刻意隐藏自己吗？因为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大家都不陌生，而这个解释以为星际文明都会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唯恐被黑暗中的猎人发现，或者是宇宙中藏匿着一些超级捕食者。他们在太空中就搜索着冒头的初级文明，找到了以后呢，就毫不犹豫地灭掉。它就像是一个玩打地鼠的游戏的小孩一样，时刻准备着砸向下一个探出头来的地鼠。而宇宙中可能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星际文明，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低级文明来说贸然向宇宙中发出消息呢，可能招致灭顶之灾。但是把自己藏起来，其实并不是避免攻击的最好方法，因为以人类今天的技术水平可以轻易的找到一颗星球，甚至可以通过分析一颗星球的大气层来找到一颗可以存在生命的星球。而一个强大的文明自然有自己的探测方式嘛，一旦被发现呢，就再也瞒不住了。所以长期而言，要想在这片黑暗森林里自保，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快速发展，将自身的实力提升至3、4级文明，或者呢，将自身的文明扩张到更广阔的宇宙才对。假如你认为有许多的星际文明但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我所面对的是一片寂静的宇宙，那也许会产生疑问：
难道是故意隔绝了人类文明吗？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地球其实是一个超级文明的动物园。外星人呢，很久以前其实发现了我们，但他们选择了远离我们，就像我们去野生动物园一样。如今我们在动物园或者是自然保护区中我们可以为了不同的目的对动物进行观察，也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呢对动物进行研究。但是我们不能够追溯到过去，去观察动物进化和人类进化的历程。对于一个寿命很长的星际文明我们可以通过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动物园来实现这个目的。或许那些建造了无数星球动物园的超级文明呢，仅仅只是其中之一。除非呢，全宇宙的超级文明都联合起来，对低等级文明采用同样的政策，而且所有的超级文明都会严格执行，否则的话，这个政策不会起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文明只要有一方不服从，就会对地球敞开大门。而要将这些超级文明团结在一起呢，难度也可想而知。如果说动物园假说是一个小小的阴谋那还有一种天文馆假说，则是进一步推进了这个假设。天文馆假说理论就认为呢，地球周边的宇宙空间只是一个3级文明故意制造出的一种天文现象的假象，其中的目的就是要造成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文明的假象。或许这个超级文明为他们所发现的低等文明呢，就创造了这么一个假象，让他们生存在一个孤立的宇宙里面。因为人类已探测到的所有的星系都在这座天文馆中，真实的宇宙呢，则是在边缘之外。但是我们的太阳系呢，还真实的是被4道围墙给围住了，我们不可能出去。第一道围墙呢，是位于火星和土星之间的主小行星带。穿过主小行星带呢，第2道围墙呢，是和它有些相似的柯伊伯带。而第3道围墙呢，是火墙，那就是太阳圈了。在太阳所能支配的太空区域的边缘，会形成一个磁性气状泡，里面呢是从太阳喷射出来的等离子体，这些等离子体就形成了粒子流。在这个区域最高的温度能够达到上千万度，比太阳核心的温度还要高，就像一道火墙。目前人类的航天器中只有旅行者1号进入了，当时 NASA 就称呢，旅行者1号已经飞出了太阳系。不过这个说法呢，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因为要穿过阿尔特星云呢，才能够称之为达到了太阳系外。它是太阳系的第4道超后墙。按照旅行者1号的飞行速度来计算的话，它需要300年的时间才能够到达阿尔特星云。而进入这里之后呢，还需要再飞行3万年呢，才能够从阿尔特星云中穿过。而在这漫长的3万年间呢，周围只有一望无际的真空宇宙以及各种各样的天体。且不说人类的寿命的短暂，就算可以长生不死在这种漫长且恐怖孤独的3万年的时间里就足以把我们逼疯了。由此看来呢，人类想要穿越这4道墙飞出太阳系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像呢，我们真的就是被困在了太阳系内。还有一种最极端的解释就是虚拟世界假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只不过是计算机里的一个仿真程序而已。在这个时代，电脑模拟技术已经广泛的运用于各个领域了。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模拟宇宙的演变，而在这个世界上呢，任何一个文明都可以用最先进的软件来模拟他们的历史。当虚拟世界中的文明拥有一定的技术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使用虚拟世界，这样的仿真体系将会有很深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可以参与到仿真程序中，还能够存在于仿真的系统中的仿真系统中的仿真系统中。或许你会觉得，要想模拟出一个完整的宇宙所需要的计算机的算力与能力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过对于3级文明来说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因为它只需要模拟出人类的大脑，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大脑的神经来进行。然而这种解释的问题就在于无法证实，因为本质上它和上帝创造宇宙的观点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这里把上帝换成了程序员而已。所以它对解释费米悖论呢，其实也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而其他无法分辨零散的解释还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呢，就包括宇哥之前讲过的远古外星文明飞碟坠毁事件和各种 UFO 目击事件等等。也许人类确实是孤独的，我们就是困守于这个蓝色星球上的卑微生物。在我们发现第一个外星文明之前呢，费米悖论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努力的把自己的触角呢伸向太空，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一只路过的飞船。但是无论如何呢，当你下次仰望星空的时候应该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许多的思考。那么好了，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一期哦。不要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